大家好，我是阿叔。今天是2023年5月24号，视频来聊一下去年跟家人们在2万下方抄底做对的比特币，包括当时 15K 跟 16K 期货有做对比特币的多单，未来的顶部我们要怎么去抄底？今天视频利用12天的这个 MACD 指标，再来跟家人们讲一下里面还藏着哪一些秘密，以及历史上只要比特币12天的 MACD 金叉的位置准确率是高到吓死人啊！今年年初的时候是有1倍的利润，或者是20年这个位置金叉也是有6倍的利润。那2019年呢，金叉的位置2倍的利润。但是最近比特币在这个位置，目前个人还是判断有可能是在箱体震荡，或者等下来聊一下周线里面的这个 MACD 指标，我们要怎么配合，包括日线的整个形态。昨天是跟家人们讲，我估计这个位置下不去。有朋友是在问我昨天视频的封面到底是什么意思，6大于3。视频看到昨天的结尾应该都知道，就是这个 K 线，绿色的 K 线是6根啊，然后下跌的 K 线，红色的 K 线只有3根啊。等下来跟大家讲解。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交易，或者有用我们邀请链接注册过的朋友，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帮你拉进 VIP 组，上面有更多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我们先来看一下行情是这样子哦。如果在短线里面交易，有时候错误率是会非常的高，所以有时候也是跟朋友们讲，我也是经常提倡不要短线交易。有时候我们看中线的买点准确率会高到吓死人啊！只要你做对一次，像这种底部的位置做对一次，报到未来。而且我们可以看一下，其实底部的位置这个12天的 MACD 抄底的位置，我们可以看一下，它价格是在下跌，那这个位置柱状是放大，后面 FTX 交易所崩盘破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柱状是放不出来啊，就是一个底背离的结构。那像这种位置买完的话，应该就是给我耐心持有，一直到现在，因为底部来之不易啊，有可能等个几年才会等到12天的 MACD 底部的一个背离，就是它价格在跌，这个柱状是在背离。而且我们可以看一下，真的是几年都等不来这种底背离的结构。我们可以看一下19年的这个 MACD 是不是也是一样，12天的跌到这个位置，柱状是一直在放大，然后崩盘的位置可以看一下，这边的柱状是小于这个位置的柱状。中长线这样子抄底来交易，我个人的观点，一辈子有可能会遇到那么1-2次，可能3年到4年的时间才会遇到这种底背离的位置，它上去以后就很难再有底背离。或者是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看一下当时疫情爆发的时候，有没有明显看到这边柱状在放大，然后这边柱状在收缩，就是这个低点的柱状是比这个低点的柱状是要低，它是呈一个上升的结构。恐慌盘在这个位置不断的在杀盘，有可能就是整个趋势也是预示着这个位置是不宜杀盘，甚至有资金的话应该大胆的抄底。那我们可以看一下2015年的底部是不是也是一样，它一波的低点，一波的低点，一波的低点，整个趋势是低点不断的在走低，然后从这个位置开始就有明显，所以有时候低点的位置判断也不一定会准，就是你看到这个柱状是第一次背离的时候，那我们可以参考空间跟时间。昨天视频里面有提到的那个空间跟时间，就是这个是空间，这个是时间。如果空间接近 70%， 超过 70%， 我个人是感觉就非常的舒服。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低点在破的时候，这个柱状也是放不出来，所以柱状12天里面是有背离的结构。像这种低点买完的话，就应该给我耐心持有。然后我们来聊一下，就是针对这个12天的 MACD 指标，逃顶的位置我们要怎么去判断啊？因为我们要从历史里面去找经验，已有之事后必再有，已行之事后必再行，这是圣经上的一句话。其实反映的就是人的一个自然现象，因为这个市场交易是人在交易，那反映在 K 线上的就是人的情绪，包括一个心态，全部都是反映到这个 K 线里面，包括主力的一些行为，都是会在这个技术分析里面找出来啊。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历史上的一些顶部，比如说在2021年初的时候，这个顶部的高位，它一波涨幅是这个柱状是持续在放大，后面是在这一根的位置，我们留意一下，就是这个位置
柱状第一根开始收缩，对应的一根 K 线就是这一个。那后面我们去观察一下，如果还有这种高点的位置，我们到时候有可能就要小心，有可能像这种高位就是顶部。所以从这个 MACD 12天的这个里面也可以观察出来这种套顶的位置，就是可能第一根下跌我们反应比较慢，但是还有上涨的位置，后面就要小心，因为已经看到这一个 MACD 柱状是在缩住了，或者是比特币再去 69K 的高位，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高点是在创高，然后这个位置的柱状是比这个位置柱状是要小，所以目前其实整个 MACD 12天里面的柱状它放出的一个峰值目前才说过一次柱状。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在历史上比特币牛市它一般会有几次缩住的位置，像这个位置疫情爆发以后起来它第一次放柱状，后面这个位置相对比较浅的这个绿色就是整理，然后柱状再收缩，这是一次，后面是再进攻，柱状再放大，然后柱状再缩小，这是2次，然后再涨到一波分流的位置高位，这个位置柱状开始放浅，这是3次，这是整个20年左右的行情。如果要加上19年的这个位置柱状的收缩，应该是有4次柱状在收缩。那我们参考2015年的比特币要怎么套顶，我们要去观察一下，就是从这个底部起来之后，这边算是第一波来到这个位置，我们再放大一点MACD 起来之后，这边开始整理嘛，就是这个位置开始整理，柱状是第一波开始在收缩，然后有第二波进攻，第二波的柱状收缩，这边是第一波，这边是第二波，然后再进攻，或者是到这里算是第3波的这个柱状在收缩，后面来到高点的位置也是会有一些柱状收缩的位置。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柱状的一个形态，就是像这种整理位置我们也要去留意，比特币到底是要在这种高点，还是在这种高点见顶，还是在这种高点见顶。所以如果未来我们看到比特币在分涨的结构下，而且柱状已经是进行到第4波的这个收缩，有可能也是代表着分流可能是在进行中，随时都有可能会见顶。到时候我们可能不光是要看这个12周的 MACD， 而且要配合其他的指标，比如说 RSI 或者是 KDJ 或者是波浪趋势指标。然后我们再来聊一下周线里面目前比特币 MACD 的结构。就前1-2周左右是有跟大家讲过，如果这一根 K 线跌幅能接近 10%， 甚至超过 10%， 因为指标 MACD 是在时差，低点的位置有可能会是很重要的一个买点，因为历史上基本上有接近或者是超过 10% 的下跌，在周线里面它 MACD 指标时差的位置有可能都会留下影线。所以目前位置如果压回来，真的还有资金站在买方的朋友，我个人观点，最近它也不一定会大涨，有可能还是在震荡。因为什么？它在这个位置震荡，需要把这个 MACD 柱状继续给我放，有没有可能10根？到时候看会不会有一个转折。我们可以去参考历史上2019年、20年不看就看这个2016年或者2015年底部起来的这个位置，它当时也是在这个位置开始时差，这一根时差的位置对应的这个 MACD 柱状就是在这一根就是在这一根，而且它后面有大涨吗？没有大涨，就是在这个位置都没有继续这样子大涨，主要是什么原因？上面还有套牢盘，它这个位置在箱体震荡，就是为了把下面买入的盈利的筹码在这个位置给洗下车，然后还有一些上面套牢的筹码重新在这个位置骗到主力的手上。所以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后面这个位置，自己去计算 MACD 差不多也就是10根或者是20根就有一个突破，突破完以后我们再观察一下这一根跌幅最深的位置是踩在这个上沿其实这一根 K 线就是在 MACD 时差放出的第2根，是在这一根第2根这种低点的位置有恐慌的低点，该买还是要买，因为目前要看趋势，然后来配合每一次压回的机会。趋势目前是向上的，所以这一段时间一直在跟大家讲，不管是那个哈根 IC 指标，还是那一个高斯通道线，或者是那一个拍 cycle 指标等等等等，包括超级趋势指标，在周线里面全部趋势都是一个向上的结构。所以我个人观点，有压回通道下沿的位置，
那就利用日线里面短线的位置去判断有没有买点的位置。就这一根下跌的位置也不一定能买到这种最低点啊，在这种位置或者是前面几次下跌的位置都是很重要的买点。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主力意图是非常的明显啊，就这一根下跌量能不是很大嘛？为什么第二根上影线就直接差不多要穿过4个小时里面这一个开盘价？那就说明这一个量是被主力给骗走了。而且昨天视频也是有跟大家讲过，我们最近就观察这一根 K 线是很明显下方有量，那这个量到底是有实力的资金主力拉出来的一个量吗？我们可以看一下收在这一个影线上方的 K 线的收盘价占了几根？1根、2根、3根、4根，包括这种下跌的都算哈，5根、6根、7根、8根、9根，只有1根是收在这个下方。就是这个位置下方有可能就是主力不想让它再破下去啊。但是最近涨了1根，现在为什么不涨？其实缩量整理是可以接受，而且上面的一些均线组20天的成本是压在头上，所以最近有可能还是在这个位置震荡。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